如何让老百姓变得富有？小岛的故事又来了。从前有座岛比较的贫穷，岛民的身材都非常的苗条，像朝鲜人那样。倒并不是因为小岛的人崇尚健康，主要是吃不饱。那么该如何让小岛变得富有，让岛上的人吃饱饭呢？有一个公式，先把蛋糕做大，再分蛋糕。可问题是，怎么才能把蛋糕做大呢？岛民一天能抓2条鱼，王富贵是岛上的捕鱼能手，一天能抓10条鱼。可即便有许多像王富贵这样子的能手，这劳动效率还是不能让岛民吃饱饭的。那如果把小木船改为捕捞大船呢？如果有人把牛耕地改为机器耕地呢？同样1块田，收成就可以翻倍了。这就是生产力的魔力。同样的人力，通过技术和工具的改进，创造出的财富完全不一样。可问题来了，朝鲜关起门来，能自己造出远洋捕捞船吗？不能。生产力的提升绝不仅仅是靠岛民自己勤快一点、吃苦一点，而是要有工具、技术和知识的积累。单靠埋头苦干，岛民永远只能停留在2条鱼、几袋粮的水平。科学和技术本身就是一种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的财富，它往往不属于某一个民族，而是属于全人类在漫长岁月当中共同积累的成果。比如火药最早是诞生在中国宋朝，可是它传到西方之后，却可以和金属机械和制造相结合，迅速就演变成了炮弹，推动军事革命，直接改变了世界格局。如果小岛关起门来，再聪明的工匠也很难凭空造出炮弹和蒸汽机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打开大门做交换。于是岛民划着船把鱼送到了领岛，换回了盐，把粮食换成了布和铁。交换的好处立刻就显露出来了，有了盐，鱼和肉都可以保存的时间更长了。慢慢的，岛民发现不同国家擅长的事情是不同的，大家各做自己的擅长，效率是远胜过自给自足的。这就是分工。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当中早就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：分工带来效率。一个人如果既要捕鱼，又要耕地，又要炼铁，每样都做不好。可是如果他专心捕鱼，把鱼拿去交换，就会比自己自给自足过得更加好。现实中的国家也是这么做的。中东国家比较干旱，不适合种植粮食，但地下埋着石油和天然气，于是他们专门出口能源，再用赚到的钱去买粮食和工业品。美国把美元、科技、专利和金融产品输出给全球，再换回真实的商品。非洲国家卖初级的农产品，换回生活必需品。这就是现代国家的逻辑：贸易与国际分工。而中国几乎什么都能生产，这是一个经济奇迹。但是这种模式是高度依赖外循环的，一旦外循环受到阻拦，比如关税战、贸易战来临，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立刻显露出来。这个时候就需要内循环来做补充了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就算今天捕了很多的鱼，换来了盐、铁、布等等，如果今天全部吃光、用光，明天还是要重新饿肚子的。这个时候，岛民就开始明白，财富不仅是要生产力和交换，还是需要有积累的。这就是财富的第3个来源——投资。那么谁来投资呢？我们不妨要先思考，谁是做大蛋糕的人？答案是企业家。劳动者靠双手捕鱼，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家去冒险、去组织，这些要素是非常低效的。是企业家把分散的劳动、资本和技术拼合起来，变成产业链。也是企业家提供了岛民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和收入的来源。最近网上特别流行一句话：要保住老板。因为老板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做蛋糕的人。可问题是，有人却非要把做蛋糕的人给赶走啊！如果企业家没有做慈善，就骂他们是资本家；如果一个企业家要走全球化，同时也引进了外资，就骂他是买办。互联网上有一些所谓的正义之士，凡是有人说了西方一句好话，就是带节奏，就是别有用心了。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承认别人的长处，从中学会增强自己的本领。
他们大概是忘了伟人早就说过要去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经济学从来不是情绪化的比拼，而是冰冷的现实。如果一个国家让战狼成为主流的声音，那结果会怎么样呢？很简单，做蛋糕的人会跑掉啊！资本家不再愿意投资，企业不再愿意扩张，年轻人不再敢于创新。那你说剩下只要争夺那小块蛋糕，你说能不卷吗？我们从一穷二白走到今天是多么的不容易呀！好了，我们继续讲投资。除了企业家的私人投资，还有政府投资，但是政府投资也是需要企业和工人来完成的，比如搞基建。小岛把全民卖鱼赚来的钱不是今天分掉，而是集中起来修更大的渔港，修更长的道路。短期来看，这些基建是很费钱的，好像让大家手头更加紧张了，但长期来看，他们却改变了整个岛的运转效率。比如渔港建成之后，大船是能够进去的，贸易的范围就可以更加广了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基建的钱一旦是高度集中到权力的手里，就容易滋生出寻租和浪费。我们写过钱去哪儿了的主题，钱许多是变成了钢筋水泥，但是5个亿的项目真实有没有可能是花了不到5个亿呢？其次，如果基建项目没有真正的创造效率，比如一幢歌剧院，结果没有人去啊，反而是可能让社会背上沉重的负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修桥、修路、搞基建花的是谁的钱？我们来讲一个纽约市长和老太太的故事。有一次，纽约市长在竞选演讲的时候，被台下的一位老太太质问：市长先生，你总是说要给大家修路、建学校、改善治安，可是你哪来那么多钱呢？钱从哪里来呢？市长笑着回答：钱当然不是我出的，是你们出的呀，钱就是在你们的口袋里，我做的事情就是把你们口袋里的钱合理分配，然后再用到大家都需要的地方。老太太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那你干脆直接把钱留在我们的口袋里不就行了吗？或者直接把钱发给我们。市长又笑了笑，如果把钱留在你们的口袋里，你们不会修路，不会建学校，不会雇警察，你们大家都是各顾各的，最后大家都过得更加糟糕了。我把你们的钱集中起来，就是为了让他们用在每个人都受益的地方。老太太的追问其实是无数普通人的疑问，无论是私人投资还是政府投资，最后都要回答一个问题：钱从哪里来，又分到谁的手里？这就是分配的问题了。你一定听说过3次分配，第一次分配是靠市场决定的，劳动者凭自己的本领去赚工资，企业靠高效率去赚到利润。这是蛋糕切下去的第一刀，可问题是，如果岗位有限，工资增长是缓慢的，而资本收益一路上扬，那么贫富差距就会是拉大的。这正是历史上无数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源。当劳动得不到公平的回报，社会必然会爆发强烈的撕裂与反抗。第一次市场分配之后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，于是政府要通过税收、社保、转移支付等等，把一部分的财富重新分配，比如对富人征更多的税，用来修学校、建医院，以及提供养老金、低保、医疗救助等等。这是一种再切一次蛋糕的努力，让弱势群体至少能够分一口吃啊。北欧国家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，高税收、高福利，保证了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的全民覆盖，让社会整体的差距不至于过大。普通人即便不是企业家，也能够感受到安全感和体面感。但问题是，高福利的背后往往是很高的负担，税收太重会让资本和人才去外流了，福利太多也可能削弱一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的。二次分配不只是为了照顾弱者，更加是托起消费、点燃内循环的重点啊！想象一下，如果财富只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和政府的手里，哪怕账面数字再漂亮，街头巷尾依然是冷冷清清的呀。因为富人再有钱，也是一天吃3顿饭啊，穿一身的衣服；政府再有钱，最后也是变成一堆建筑或者是公共设施啊。可谁去消费呢？可是当普通人手里有了余钱，就要去改善生活，
买房、买车、教育、旅游点点滴滴都能够汇聚成巨大的内需啊。这就是消费的真相，不是让少数人多花一点钱，而是让大多数人有钱花，敢花钱。不然老百姓只能把钱攥在手里，用来防老、防病、防不测，整个社会都活在焦虑当中，人人都是省吃俭用的，看似很节俭，其实是害经济停滞不前的。说到底，内循环并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愿意走进商场要去买的动力。市场分配有差距，政府分配也有局限，于是还需要第三次分配。这个就来自于公益、慈善、社会责任了，让更富裕的人更加多贡献一点机会，去弥补市场和政府的空白。它不是强制性的，而是一种价值观。你富了，不是一个人的幸运，而是社会给你了土壤和机遇啊，因此也要回馈社会。可是问题是，第三次分配往往是依赖于自觉和信任的呀。如果缺乏透明度，这条路就非常难走通了。我们网上经常有人骂为富不仁，但是真相是，很多富人不是不想做慈善，而是不敢啊，怕的是钱没有到需要的人手里，而是被一些打着慈善旗号的人中饱私囊了。郭美美事件至今是让无数人都是记忆犹新的吧。慈善一旦失去了公信力，不仅伤害的是被帮助的人，更加是伤害了整个社会的信任机制。因为第三次分配靠的并不是权力，也不是法律，而是信任。没有信任，公益和慈善就会变成笑柄了。有了信任，它才能够成为社会财富的润滑剂，让蛋糕切得更加细腻，更加有温度啊。透明度这一块，我们还有很长的努力空间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做一个小结吧。无论是政府通过税收、社保进行的二次分配，还是社会通过慈善公益完成的三次分配，对普通人而言，更多的是被动的。你拿多少工资，交多少的税，能领多少的福利，这些都不是你个人能力所决定的，而是制度和大环境的安排。老百姓如何主动变得富有呢？靠的是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。比如你的学历、技能、经验，本质上就是一种资本，它叫做人力资本。寒窗苦读就是在为未来的工资回报打下基础的。一个医生和一个流水线的工人，收入差距往往是数倍，甚至是10倍。这就是人力资本的差距。但是在技术迭代加快的时代，学历不再是终身的保障了。新的技能、新的知识结构决定你能不能在未来的岗位上站得住啊。换句话来说，你能挣多少钱，首先取决于你能为社会创造多少独特的价值呢？或者说，你所处的行业，你是否存在的稀缺性呢？其次就是靠投资守住，并且是放大自己的蛋糕。工资是一次分配的产物，但是在现代国家，光靠工资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金融体系的出现，彻底改变了财富的游戏规则。储蓄是最基础的资本手段，资金是比较安全的，但是很难跑赢通胀啊。基金、债券、保险是能够帮你稳健积累的，让钱不被时间去吞噬掉。而股票、房地产甚至是创业，本质上就是让你的钱参与到做蛋糕的过程。不同的阶段，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，决定你应该把多少放在安全的篮子里，把多少放在增长的篮子里。而这些是需要技能，还需要金融素养以及非常良好的心态才能够完成的。它是一个有门槛的技术活。好了，说的差不多了。老百姓如何才能变得富有呢？在国家层面，要靠生产力，靠开放和分工，靠投资和分配。需要更多的蛋糕的企业家。靠2次、3次分配确实是能够让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财富支配权和尊严，但是真正的富有是来自主动权，是来自你是否有能力去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，是否懂得让钱也替你去做蛋糕。但是在我们的资本市场，我认为光读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的金融逻辑是不够的，必须要读历史，需要很高的认知。这方面的内容我有时候会在书房写的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文字版已经在书房了，再见。